1976年的冬天，我刚过半岁，那时家里很穷，有时连水都买不起。我出生的那个城市是个东北小城，当时自来水很少，普通人家只有喝井水，1分钱2桶，可就是1分钱。每到月底我家也拿不出来，我爸只能去外边收雪回来化水。那天凌晨，我爸提着水涨，东北人应该知道铁制的水桶，找了个周围没人的地方，收了1桶雪回来，放在炉子上化。画着画着就露出了一块红布。我爸拿出来一看，还挺新，就说回头洗一洗，可以做抹布。随手放到了一边，然后自己就去上班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爸回来很晚，家里又没电，我妈就点了根蜡烛，准备给我喂奶。刚要抱起我，我就嗷的一声哭开了。我妈从来没听我发出过那样的声音，所以当时她也觉得头皮发炸，她以为是有什么东西咬我了，就一把抱起我四下里看，可炕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当她准备把我脸凑向她的脸的时候，她一下子就傻了，因为她看到我脸上有3个红红的手指印，就像被扇了嘴巴一样。当时她就吓哭了。我爸回来的时候，她还在抱着我哭。她跟我爸一说，我爸说：“是不是你自己打着孩子了？”行了，我回来了，没事了。我妈喂完我后，就半惊半吓地躺下了。半夜的时候，我妈起夜就想着可能来电，去拉灯绳，拉了半天没拉到。平时一抬手就能摸到，即便是睡得迷迷糊糊，也能在摸索几下后拉到。这次没拉到，她就把手停在那个平时习惯的位置上。这时候她就感觉灯绳好像有脾气一样抽了过来，啪地打在了她手上。啪的一声，我爸醒了，问他怎么了。他说了刚才发生的。我爸说：“你呀，就是月子没做好，身体虚，自己吓唬自己。”第2天，我妈就病倒了。本来她身体就不太好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完全没了精神。我爸那天没上班，把那块红布洗了一下，就开始擦屋子。擦完，就把洗干净的湿抹布铺在炕头上烘干。到了晚上吃完饭，他去了隔壁邻居家聊天，正聊着，就听到了我家这边我的哭声和我妈的喊叫声。他马上往家跑，隔壁邻居也跟着过来了。一进门，他一下子就傻了。他看到我趴在窗台边上，我妈倒在地上，我的下巴全是血，我妈眼睛直直的，除了喊什么都不会了。我爸大声问他：“你干啥呢？”他也没反应。我爸抽了他一个耳光，他才有了反应，就边哭边说：“孩子被一团红光裹起来，要带走。”我过去抢，被一下推到了地上，我就大叫，然后孩子就飞到了窗台，直接磕了下来。那时候的人皮实，也没去医院，也或许是家里实在没钱，只上了点邻居拿过来的云南白药。然后我爸就开始审我妈：“你说你咋整的？你把孩子咋弄的？”我妈就哭着说：“真的，孩子真飞起来了，这不闹点啥，我不住了，我要带儿子回我妈家。”过了几天，我爸好说歹说，把我和我妈从我姥姥家接了回来。第1天什么事都没有。第2天晚上又停电，我爸半夜上厕所回来的时候，又听到家里喊叫声。他跑进去一看，整个人也傻了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一团红光围着我在灯绳上打秋千呢。我爸把我抢过来，直接冲出了屋子，跑到隔壁老徐家敲门，说家里有点事，让帮着看一下。人家一看这大半夜的，肯定有大事，就问咋的了。我爸就说了家里可能闹鬼，
那家的徐大爷就跟过来了。这时候我妈整个就瘫在那儿了，想叫都没声了。徐大爷说：“你把他扶我家去，今天你们到我家住吧。”天还没亮，徐大爷就带着我爸去了南市郊，找了个姓屈的女人。我爸就把事情的原委一讲，他二话没说，拎起个大布兜子就跟着我爸他们去了我家。屈大娘到了我家后，往地上撒了很多白灰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就拿出一把木头剑砍我家的炕沿。那时候东北的土炕边上都有一块木头，边砍边说：“你从哪来？到哪去？”之类的话。后来说着说着就开骂了，骂完了，拿出一瓶深黄色的酒，让我爸和徐大爷一人喝一大口，说等会我在里边砍炕沿的时候，你们俩就进去四处喷就行。说完他就回到屋子里去了。没一会，砍炕沿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，我爸和徐大爷俩人就冲进去，四处喷嘴里的酒。随后屈大娘又烧了几张黄纸，然后问我爸：“你是不是捡到了衣服啥的了？”我爸说：“没有啊。”他马上说：“不可能，你再想想。”我爸一下想起来那块红抹布，就说：“是块布，不是衣服。”就掀起褥子，把那块已经烘干的抹布拿了出来。屈大娘就说：“别给我，拿到厨房烧了。”我爸烧完后，他拿出一枚满是黄锈的铜钱拴在了我家的灯绳上，喝了点水就走了。后来我爸买了很多东西去谢他，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说：“你捡的那块布是个年轻女人的衣服，刚死坟就被人扒了，衣服也被扯碎了，有怨气就找上你家了。而且你家孩子是个红童子命的一种，他就偏要抱着气一气。你们孩子的下巴磕伤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就是看你老婆喊得厉害，想吓一吓他，没想到把孩子磕了。”没过多久，我爸调动工作，就把那房子卖了，地址就在车辆厂大门正对面。上面这件事虽然我是亲身经历的，但是没有记忆。而接下来的这件事是我长大后的亲身经历，而且所有细节都一清二楚。屈大娘的丈夫跟我们家是本家，也姓宋，所以跟我爸后来处得非常好，就大哥兄弟的这么认了个干亲。每年寒暑假我都去他们家玩，他们家在郊区，相当于农村，到处都是农田。我夏天喜欢跟着他儿子榔头去偷瓜偷苞米，冬天就喜欢骑没鞍子的马，有时候扎得裤裆血淋淋的，也还是乐于此事。而且那时候几乎比我大的动物我都骑了个遍。我上5年级那年的冬天，马上快过年了，我还泡在他们家，享受骑马、骑驴、骑猪、骑狗的乐趣。我爸来接我，我说不回去，我要在宋大爷家过年。屈大娘也说：“你们两口子一块过来吧，热闹。咱这什么都有，把你家兄弟都叫过来。”我爸就说：“行，那就在你们家过个30初1，我们就回去拜年。”说完回去接了我妈，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农村新年。要说这农村过年真是有气氛，大院子里到处都是红灯笼，墙上挂满了各种风干的年货食品，扎成辫子的大蒜，红旗一样舒展的辣椒，将近人高的冻鱼，白净透亮的猪肉棒子。他们家也来了几个亲戚，其中有2个男孩，一个大点，估计有16、17岁，看上去傻傻的，但说起话来可一点都不傻，嘴那叫一个甜。婶儿，你长得真好看。叔，你今天咋那么帅呢？这些肉麻的，我到近年才在电视上看到，让我自己说，打死我都说不出口。如果谁家孩子跟我说，估计我也会给他一巴掌。孙子，你大爷长什么模样，大爷心里有数。
别他妈在这跟我臭贫！这一次的事就发生在这倒霉孩子的身上。分开这么多年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，在这里我就不提他的真名了，就叫他傻球吧。这还真是他的外号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东北农村的大院子，都是那种货亮的可以跑马射箭的存在。宋大爷家的院门永远敞开着，走个几十米，左手边就是养牲口的地方，斜对面是厨房，中间是一口井，井的上面一架路堂，一个大木桶倚在路坎边上，桶里放着一块暗黑的大石头，冬天防冻。厨房的右手是正房，正房的墙上和窗户上挂满了过年的吃食。31大早，娘们就开始忙活起来，劈柴的劈柴，洗菜的洗菜。厨房里冒出浓浓的蒸汽。下午3点多，菜已做妥，一盘一盘地端进屋里。男人一桌，女人和小孩一桌，留下一些备好的食料放在厨房，以防菜不够了继续加菜。东北吃年饭的时间很长，从天亮一直吃到月亮高挂。我们几个孩子早早吃完了，宋大爷的儿子狼头就领着我们出去放鞭炮，一人5个2踢脚，50个小鞭，自己拿着香点着放。傻球贼性，他不放自己的，一会说帮这个放，一会说帮那个放。等大家都放完了，他就开始慢悠悠地拿出自己的，享受着那啪啪的脆响。我们几个不干了，就追着要他也拿出来给我们放，他就跑出院子就没影了。我们也没再追，就都回了屋子。男人们的酒是干喝不醉，菜下得也快。到了11点多的时候，有的菜已经见底了。宋大爷就吩咐曲大娘去再整几个菜。曲大娘已经上炕摆起了扑克，她的弟媳就自告奋勇说她去做，一转身就出去了。出去不到1分钟，就满脸煞白的回来了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姐呀，快出去看看吧。”傻球疯了，曲大娘头都没抬，就说了一句话。我现在都记得他这句话。他说：“阳气亏了，谁说扑克不准？”说完他就下地了。男人们或许有点喝多了，没人搭茬，继续胡吹海喝着。我妈拉着我跟着曲大娘走了出去，远远看见傻球在厨房昏暗的灯光下正在胡乱地往嘴里添东西。我们走到他身前，他突然变了一副模样。他平时看上去傻傻的，眼神也特木，可这回完全变了一个人，眼神特别犀利，而且满眼的不屑。曲大娘说：“你别在这儿吃，要吃到屋里吃去。”傻球回了一声：“滚！”由于他的嘴被塞满了，声音从鼻子里发出，所以听上去有点尖利。曲大娘说：“你跟我嘚瑟是不是？你不知道我干啥的吧？你去打听打听，这边谁不知道我？我让你永远成孤魂野鬼，你信不？”我们小孩一听全傻了，什么和什么呀？就鬼神了。我妈有点知道了，就拉着我往屋里走。我回头看傻球的时候，傻球不再往嘴里添东西，而是使劲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。然后我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声音：“我去你妈的！”那绝对不是傻球的声音。我和我妈进了屋子，我妈说了外面的事，傻球他爸披了衣服就出来了，几个男人也都跟了出来。没一会，傻球就被这5、6个男人架起来了。当时的场面我完全傻了。你想，他一个16、17岁的孩子，那几个男人可都是青壮年，而且都是那种干体力活的人，竟然只能勉强地制住他，而且他嘴里全是脏话，特恶心难听的那种，声音也完全不是他的声音，像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
只不过带了些沙哑，但音量可是不小。没一会，屈大娘捂着脑袋，拿着她的大布兜子进来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傻球拿水瓢抡她脑袋上了，出了很多血。屈大娘说：“我教你作妖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就从布兜里拿出一把木剑，然后喝了一大口白酒，捣鼓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。最后一句特别清楚，他喊了一嗓子，请某某祖师上身。没一会，他也好像变了人，变了一副男生，把他放开，我看看他有什么道行。几个男人刚一松手，傻球就跟脚底下安了火箭推进器一般弹了起来，3窜2跳就撞开了窗户。屈大娘转回身追了出去，我们也跟在屈大娘身后，生怕傻球杀个回马枪。只见傻球一边窜，一边抓着一捆辣椒往嘴里塞，跑到牲畜棚子，被马和驴一顿踢。一般人估计早人事不省了，他跟什么事都没有一样，又窜了出来，就窜到了水井跟前，一个反身翻腾就下去了。正月的东北零下近30度，水井里的冰虽然经常倒，但也很快又会结上一层。就听咚的一声，然后是扑通的水声，傻球算是完成了他的全部动作。他妈急了就喊：“儿子，你快上来啊！”他爸也拿了个大杆子过来，刚要走近，傻球又窜上来了，满身的水，脸上竟然带着笑。在月光的映衬下，现在想起只能用狰狞来形容。接着他就从破烂的窗户又窜回到屋子里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幸好跟着曲大娘，这要是和我妈躲在屋子里，还不得被她吓死。几个男人拿块破毡子把烂窗户堵上了。我们跟着曲大娘又回了屋子，傻球抓着各种剩菜就往嘴里放，连嚼都不嚼，直接咽下。曲大娘拿着木剑，照着他脑袋就是一下，他嘴里的菜吐了一地，然后骂了几句脏话，就又继续抓东西吃。曲大娘拿出一个纸包，里面装的都是红面朱砂，用木剑沾了点就往他头上扎。傻球妈就跑了过来喊：“不行啊，要出人命的！”宋大爷把他拉到了一边，跟他说：“你没看你家傻球中邪了吗？”木剑扎在傻球脑门上，他呀呀地叫，但手里的动作一直没停，还是不断地把撒在桌子上的菜往嘴里塞。屈大娘折腾了半天，看傻球什么事都没有，一下瘫倒了，声音很弱地说：“宋某某祖师。”紧接着又说：“你们还是把他摁住吧。”这会几个男人根本上不去了，傻球一推谁就一个跟头，一起过去，他就一起给掀出去。屈大娘说话了，就说：“你要啥，我们都给你，把孩子放了。”傻球也不说话，还是吃，桌子上的吃完了就吃地上的。我和其他几个女的加上我们几个孩子都吓傻了。屈大娘跟宋大爷说：“你把他们送隔壁老沈家去。”然后又偷偷给了宋大爷一个眼色。宋大爷就说：“走，我们几个男的在这儿，你们女人孩子去隔壁待会儿，等会我们在这跟他唠。”说着就推着我们去隔壁院子。到了那家，他就跟狼头说：“你快点去你老舅家，让你老舅把你三舅爷叫来，就说家里出大事了。”狼头骑个破自行车就去了。接下来那边发生的事就都是后来听我爸说的了。那个初一真是记忆深刻，不仅没回市里给叔叔大爷们拜年，而且还在陌生人的家里窝了整整一个上午。这一家和宋大爷家的院墙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，好像过年看大戏一样。快开中午饭的时候，我爸和宋大爷他们过来了。宋大爷说留我们吃饭，我爸说要回去给哥哥们拜年，
就骑车驮着我和我妈回了市里。一路上我爸就讲说，他们几个男的拿着棒子、砖头围着傻球，傻球就跟眼前没人一样，做那捡地上的菜和饭往嘴里塞，都吃完了就自己翻出来一个大萝卜，擦都不擦的在那啃，啃完了再找，最后没吃的了，就把宋大爷家的一张狗皮褥子往嘴里塞。我爸说看的人都发毛，他妈他爸边哭边劝，但是根本没用。天亮的时候，屈大娘的三舅跟着榔头来了，一进屋就拿了一块发黑的冻肉扔给了傻球，随后叫我爸他们出去，待会把窗户和门守住，然后开始跟他聊天。具体聊的，我爸说迷迷糊糊的没听清楚，反正一会儿升高，一会儿升低的，一直到了快中午了，屋子里也大亮了。屈大娘的三舅舅突然过去，用双手扣住傻球的腋下，然后喊：“快进来人！”他们几个就冲进去了。这时候傻球像条温顺的狗，嘴也不吃了，全身都快瘫了。屈大娘的三舅舅说：“你闹也闹了，吃也吃了，人家的年都没过好，孩子被你折腾成这样，差不多得了。”傻球呢，就在那哭，用我爸的话说，就是完全不是人的声音，边哭边捣鼓说：“我也想过年，我也想过年。”僵持了半天，屈大娘她三舅让宋大爷去把尿桶拿来，扣在了傻球的脑袋上，又让屈大娘去找点女人来时用过的布月经布，就让屈大娘拿那东西抽傻球，边抽边说咒语一类的话。后来抽着抽着，傻球就开始吐，嘴都吐破了，一直淌血，再后来就安静了。初五的时候，宋大爷和屈大娘带着榔头来我家吃饭，听他们在饭桌上讲了讲，大概意思就是榔头半夜乱跑，冲了一个游荡的饿死鬼，还是个女的，应该死了很多年了。再加上看到曲大娘会点啥，就想好好折腾一下。曲大娘没碰过这样的就止不住，可没想到曲大娘的三舅厉害，来了几下就把他收拾了。其实也不是收拾，就是给赶跑了。曲大娘的三舅，后来我见过一个小老头，走路有点跛脚，说话也不太利索，有点大舌头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却把那个我见过的最强悍的事给摆平了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其实曲大娘那天摆扑克的时候，就算出家里要出事，而且也准备好了，但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，并且他还止不住。他会用扑克算命算事，而且他说特别准，但他三舅很不屑他摆扑克。傻球后来住院了，后来我再去宋大爷家的时候，再也没见过他。听说他现在倒腾二手车呢，我真担心哪天那位跟他再续前缘，丫的再把车给吃了。下边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爸身上，现在我爸一提到这事就脸色发白，我也就不敢再问。那年夏天，我上初中1年级，正是喜欢骑自行车的年纪。我爸给我在二手市场买了一辆破车，把我给爱的，就连现在的4个轮子的都没那么擦过。擦完就出去跟人家飙，动不动还弄点高难度动作，例如我喜欢把车把抬起来，只有后轮着地骑，但那车不禁这么折腾。有一天他就报复了一下我，车把被拉下来了，我整个人飞了出去，脚后跟的骨头磕石头上，脚跟碎了，肉都翻开了，很是壮观，直接就被送医院养着去了。养了有1个月就可以下地了。回家的时候，那辆车子已经被我爸修好了，骄傲地立在那里，好像跟我示威一样。由于暑假就要结束，我央求我爸带我去宋大爷家住几天。
我爸就骑着我那破车驮着我去了他们家，他们自然是要喝酒，而曲大娘依然不上桌，自顾自地摆着扑克。喝完酒，我爸就叮嘱了我几句，听大爷大娘的话，别乱跑，就到别处去了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曲大娘扔下摆了一半的扑克，对我爸说：“你今天气色不好，回去多注意。”我爸就笑了笑说：“嫂子放心，我不怕鬼，就怕人。”我爸走了有10来分钟，曲大娘又说了那句话：“阳气亏了，谁说扑克不准？”然后喊榔头说：“你快点去追你叔，你叔有女鬼跟着，快点！”我一听马上就要哭出来了。要知道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我爸。我踮着脚就跑出来，说：“哥，我跟你一块去。”榔头估计也害怕，就求曲大娘说让我跟着他。曲大娘说：“去吧，但你可快点去。”榔头驮着我，飞一样的往我们家的方向奔。到了家，我一瘸一拐地跑进去问我妈：“我爸回来没？”我妈说：“没有啊。”我也没跟她说曲大娘说的话。出来跟榔头又往回返，一路上还是没看到他。回到曲大娘家已经快晚上12点了。宋大爷说：“没事，没准又去哪喝酒去了。睡觉吧。”曲大娘说：“肯定准，你放心。这样，我再算一下。”就又拿出来一副骨头牌，一种占卜工具，然后说：“你俩再回去，肯定准。肯定有个女鬼跟着他。”我当时带着哭腔就喊：“大娘，你救救我爸呀！救救我爸呀！”曲大娘就把宋大爷拉进来了，就说：“你骑车子在咱这周围找，我去趟他家。榔头，你俩去火葬场那边找找。”说到这，我要说一下地理位置。这个城市的最东边是火葬场，也是这城市唯一的火葬场。火葬场周围没有人家，都是菜地和坟地。宋大爷家的位置在中间，从他家到火葬场要过一片没有灯，而且两边都是100岁的大树，即便有月光，都伸手难见五指的烈士陵园。原文是烈士陵园，但结合语境和东北常见布局，也可能是坟地或树林。自行车完全不可能行走。榔头推着车子，我坐在车的后座上，拿着微弱灯光的手电筒，借着一点点的光亮，摸索着向火葬场的方向走，边走边喊：“爸爸！”现在想想，当时要是哪个小孩子的男性灵体嘴欠的回上一句“哎”，估计我现在也长眠在那里呢。走了足有半个多钟头，走出了那片阴森的地带，路上开始有了灯光，不过那年代很远才有一盏路灯，所以车子骑得还是很慢。我俩傻傻的到火葬场大门那站了半天，我二逼一样的喊了无数声爸爸，就往回走。回到宋大娘家已经半夜2、3点钟了，他们两口子低着头坐在那，好像吵过架。我问他们怎么样，曲大娘说没回你家，宋大爷说周围没找到。当时我就哭了，我就想，完了，我爸没了，我这辈子活着也没意思了。看我哭的那样，曲大娘说：“孩子你睡吧，我让你哥再出去找找。”就问榔头说：“坟地那你看吗？”榔头说：“那都是地和坟，哪能有人呢？”曲大娘就臭骂了他几句，说再去找。榔头100个不情愿，我就说：“哥，我陪你去，再去找找吧。”我俩又走了一遍那条阴森的路，走着走着，天就开始蒙蒙亮了。他骑上了车子，我们就奔了离火葬场不远的那片坟地。我喊得快没力气了，可还是拼命地发出嘶哑的声音。如果换作现在让我去那片坟地，
有多少人陪着，给多少钱都不去。看着那些新坟，那是一个新的坟头，纸人纸马簇拥着，满是白纸的竹竿，好像立刻要活过来跟你搭讪一样。满地的纸钱偶尔飘起来一两片，扑到你的身上，全身马上会起一层鸡皮疙瘩。我俩快走到头的时候，远远地看到一辆自行车架在一座新坟前，坟两边排满了纸人，个头都不小。我浑身一阵机灵，打了个冷战，走到跟前一看，就是我那辆自行车。我当时一下子就崩溃了，完了，我爸被鬼抓走了，人就坐地上起不来了。榔头走过去，就听他喊：“叔叔，你没事吧？知道我是谁不？”然后就传来了我爸的声音：“哎呀，榔头，你咋在这儿呢？”“我在哪儿呢？”我爸算找到了，人也没事，就是在坟地睡了一觉着凉了，在家躺了2天就好了。后来一次他和宋大爷喝酒提起过这事，说就觉得自己是回家了，走的路都是回家的路，到家还看到我妈，也没多说话就上炕睡觉了。可醒了才知道是在坟圈子里，吓得够呛。后来我问过屈大娘，说那女鬼她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她说是她算的，而且她说其实也没事的，应该不是别人，是你婶，就想折腾一下你爸爸。这个事情里说的我婶就是我爸的亲弟弟的老婆，她得癌症死了，死后就把这个家族给闹得翻了天。由于我叔太爱他这个老婆了，就没让曲大娘出面，家里的女人给闹了个遍，最后竟然找上了我爸。说到我叔，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几乎无人不知，不过他的名声却是恶名。他曾经是个黑社会流氓，中等个子，长相俊秀，但脾气非常暴躁，出手狠辣，许多亡命之徒都在他这败下阵来。记得我上小学那几年，就经常有许多流氓到我们家门前叫阵骂战。他的老婆自然也不是个稳当人，长相自不必说，性格却异常泼辣。除了做任何事不能吃亏以外，还想尽办法占人家的便宜，是个占不到便宜当吃亏的主。随着叔和婶的孩子渐渐长大了，他们的性格也渐渐收敛，而随着小城年轻一代黑社会流氓的崛起，叔也开始做起了正经人，也回到了原来工作的毛纺厂。厂里领导为了树立威信，就安排他去上夜班，每天下午3点上班，晚上12点下班。干了一段时间，他好像也挺适应这样的作息，叔也就没去找厂长的麻烦。忘记说了，我们一个大家族最后都搬到了一块住，虽然不住在一个院子，但不是隔壁就是对门。那是一个厂矿的家属区，过去是一片乱坟岗，基础设施还不太齐，到了晚上没有路灯，但由于都是新规划好的，没有私搭乱建，大家早习惯了，也就不会在意有灯没灯了。这天，沈下夜班快到家门前的时候，身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叫住了他，说：“你看我是谁？”他一回头，顿时三魂出窍，原来他背后是一个全身雪白、没有脑袋的人。他妈呀！一声就跌进了院子。叔反应快，一听到声音不对，就穿着裤衩追了出来，可四周却什么也没看见。只见我婶人都已经筛了糠，就问怎么了。我婶哪还能说出来话，我叔就把他扶了进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叔就不阴不阳的到了各个哥哥家说这事。由于以前婶跟妯娌之间曾经闹过别扭，包括跟我妈，所以叔可能就怀疑是自己家人吓唬的。其实他的怀疑也有道理，因为那条路根本无遮无挡，如果穿着白衣服在那，
是无法躲过人的视线的。如果说逃跑的话，除非是豹子、羚羊一类的短跑高手，能瞬间从那条路上逃出我叔的视野。经过这么一下，我婶就病倒了，休息了病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好像也就忘了这么一码事，说要回娘家去看看。她娘家在农村，也是个很好玩的地方。我打小就喜欢农村，一望无边的黑土地和满眼的翠绿与金黄。我就说让他带我一起去。就这样，他带着他儿子和我就回了他娘家。婶带着堂弟和我坐公共汽车到了城市边缘，剩下的路就需要2条腿了。走了一段，尘土飞扬的路尽头传来锣鼓和唢呐的声音。走到我们近前，才看清是有人家在出殡。一辆大卡车慢慢地行进着，后边的人有打翻的，有哭丧的，有吹唢呐的，有打锣鼓的。车上的人说着什么的同时，扬手抛洒着黄纸钱，纸钱在半空中就呼啦啦地飘散开来，四下里铺满了黄土路。就在车尾部与我们3人擦肩而过的时候，车上的人又用力地向我们的对面方向撒了一叠纸钱。可这叠纸钱并没有像刚才一样完全散开，而是呈蒲扇状朝着我们扑了过来。啪的一声，一点煤糟践都糊在了我婶的身上。她二话没说就开骂了。车上的人连说了几声对不起后，就继续抛洒手中的纸钱了。婶看人家都不理她，就没再纠缠。到了她娘家，她就委屈地跟她妈说了近来发生的事，并把刚才的事说了一下。她妈说是个邻居去世了，就去了厨房做饭。婶在炕上坐了一会儿，就说肚子疼、腰疼，疼得坐不住也躺不住。就这样，我们去大队给叔的单位打了个电话，叔和朋友傍晚就开了辆车把我们接走了。几天后，听妈妈说起婶要去哈尔滨看病，家里看不出来。1个多月过去后，婶和叔回来了，婶憔悴的已经不成样子。叔跟哥哥们说，我婶可能得了淋巴癌，得住院了。从此，爸妈每天也都是一脸的阴郁。2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，全家族的人都去了附属2医院，我也被从被窝里揪了起来。到了病房，房里站满了人，婶躺在人群中间，嗓子里发出的声音。大爷说：“不行了，穿衣服吧。”叔点了点头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进来，说了句从此改变我志向的话：“别都围着。”刘条道：“把门打开，别撞上。”在他没说这话以前，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很是羡慕，干净利索，说话斩钉截铁，让人仰望。我当初的志向就是长大做个医生。他这话一说完，我彻底改变了看法。原来医生跟曲大娘那么像，也是神叨叨的。医生跟我叔耳语了几句，叔走过来，让我骑爸的自行车去找曲大娘。要知道当时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，医院里也没什么人了，重症病房和门诊大楼连接的走廊漆黑一片。我硬着头皮接下了任务。走在走廊里，感觉任何物体都像个人形。没办法，都答应了，必须走下去。从医院去曲大娘家的路上有很多树，到现在我都认为那些树后都藏着人，每个人都在用眼睛盯着我，一点不夸张。我都能记得那些人的面孔。可事实是，那个时间，人们早早就已经回到家里睡觉了。这或许是自己吓自己吓出来的景象吧。进了曲大娘家，简单一说，他就带了大布兜子跟我去了医院。到了那，婶已经咽气，白布蒙在了脸上。我和几个孩子被撵了出去，
病房里边的事就都不知道了。不过可以想象，应该是屈大娘给做了法事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人被推向了太平间。在太平间门口，堂弟在曲大娘的指导下，做着各种程序上的动作，其中好像有净眼睛、净耳朵、净嘴，我们都离得远远的。只有叔和堂弟在屈大娘旁，用棉花做着各种擦拭的动作，最后把鞋脱了擦了擦脚，算是告一阶段。所有人回到家，东方已经露白。在屈大娘的指导下，商量了出殡的日子，叔给屈大娘塞了些钱。屈大娘临走把我爸叫到一边，说了几句话。后来爸说曲大娘讲，你弟妹年轻，不愿意走，认为自己是横死。你告诉你弟弟偷着悄悄地把家里地上铺上石灰，炉子里填满鸡粪，能看到他脚印不是人形的，要不然他会以为自己没死，会闹得凶。审2天后的一早就出殡了。当时是9月底，东北的早晚已经要穿夹克了，有些上了年纪的，连棉袄都捂上了。神躺在铁棺材里，全身盖了几张黄纸，他的兄弟姐妹围在周围，边哭边要揭开黄纸看。太平间的老人马上阻止说：“别揭，先让他男人一个人过来，你们都去那边待着。”话音还未落，沈的姐姐就把黄纸揭了开来。随着黄纸的揭开，只听刚刚还安静的人群中集体地发出“呜”的一声长音。有喜欢看足球的朋友或许能听过那种声音，就像某个必进球打高了。观众发出的那种声音，伴随着这种声音就倒下了2个女人，一个是沈的妹妹，一个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，后来说都是心脏病发作。当我凑上前的时候，有人已经将黄纸重新盖了上去。风吹动，黄纸头的部分被掀起了一角。我猫腰一看，下意识地啊了一声，因为我看到他的一只眼睛是张开的，并瞪着我。后来知道死人睁眼如同现在的电视电影特效，都是散射的，你站在任何位置都能感觉他在注视着你。经过我叔的处理，黄纸从沈的身上被除去了，人们战战兢兢地又围了过去。那天晚上，我大娘大伯的妻子就不敢回家了，说吃完饭回屋，就在衣柜里看到了沈，当时就吓瘫了。他女儿说她也在，但她没看到。大娘说什么都不回家了，而且不敢闭眼睛，一闭眼睛就能看到我沈，就让我爸帮着屈大娘给她叫下魂。屈大娘跟我爸说应该没事，是自己吓自己，没这么快回来。头七那天晚上，我去了叔家，送我妈做好的菜给他。叔正往院子和屋子里撒白石灰，屋里点了2根蜡，茶几上放着沈的半身硬照遗像，门前放着几种水果，隔壁的一个阿姨给搓来了一撮子的鸡粪。我没怎么待，就转身走了。第2天天没亮，叔就骂骂咧咧地进了我们家院子。得病我伺候着，死了我发送着，你还想怎么的呀？出来吓唬我。四哥，你把你家宝剑，可能指菜刀或什么辟邪物，借我。我从被窝里爬了起来，跟着爸和叔去了他们内院。一推开门，屋子里就一股鸡屎味。进了里屋，堂弟愣愣地蜷缩在炕的一角，地上全被白石灰覆盖了。叔在身后说：“四哥，你过来看。”我也跟着走了出去。厨房的墙角全是鸡爪子一样的爪印，但又没有鸡爪子分得那么开，一直延伸到灶台上。叔又回身进了屋，拿出几个水果说：“你看，原来昨天晚上还新鲜的水果上像被什么碰过了，几乎全烂了。”我爸说：“
没事，去大姐说了，就是头七回来看看。你们人死了都这样。叔着怒气渐渐消了，说：我知道他不甘心这么年轻就死了，但你摊上了，死都死了，还能活过来啊？当时我就感觉他这话根本不是在跟我们诉苦，而是在说给那个听的。大娘回家了，但晚上必须让女儿或丈夫在旁边，等她睡着了再睡，还不能关灯。接下来就轮到了大娘的女儿，我的堂姐。那天我刚放学回家，爸和妈就说堂姐幻听，可能是睡不好觉。我就问姐咋了，爸说别乱打听。后来听堂哥说，堂姐听到沈大白天在她耳边叫她名字，旁边有人就不叫，只要堂姐一个人，那声音就叫，而且其他什么也不说，就一直叫她的名字。堂姐哭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上午就被我爸和大爷给送医院去了。可能医院离家近，那东西很方便就能找到她，只要她旁边一没人，就一直叫她的名字。没办法，爸找了个精神病院的朋友，就给送那儿去了。地方远了点，按我大爷的话说，命贱，到了精神病院就听不到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